我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冰天雪地里，我手里攥着一张纸，这是我回家的最后一张船票。京城下了第一场雪，燕清河给了我第99封休书。这一次，我没有像前98次那样哭着求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被休了还守在宫门外，只为送他一碗热汤。我只是回了娘家，每日听戏，为戏子一掷千金，快活得不像话。直到第6天，我在戏院门口撞见了他，清冷自持的国师大人燕清河。沈昭然，你闹够了没有？堂堂国师夫人，每天围着几个男戏子，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我愣住了，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可你不是把我休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国师夫人了啊！燕清河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终于有了裂痕，他猛地抓住我的手，眼神冰冷。沈昭然，你怎么回事？不怕你的任务失败，不怕五雷轰顶了？我浑身一僵，随即露出一抹苦笑。哪位国师大人还记得我的事？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信我说的话呢。没错，我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5年前，我穿来这里，绑定了一个系统，任务是要拿到国师燕清河的99封休书，才能回到我原来的世界。5年内不完成，就会五雷轰顶而死。为了活命，我开始了疯狂的倒追之路。毕竟要拿到休书，得先成为他的妻子。于是我在招亲大会上故意把绣球丢进他怀里，我死皮赖脸的让他负责，苦读那些生涩的占星书，只为和他有共同话题。可他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不近女色的国师大人。2年后，我终于崩溃。我在大雨中拦下他的马车，哭着说出了一切。我没说具体任务，只说我来自异世，必须嫁给他，不然会死。我记得他撑着伞，清冷的脸庞上没什么表情。但如果嫁给我，也会死呢。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却无比坚定。那我也嫁，就算死，我也宁可死得晚一点。第2天，他真的向陛下求旨赐婚，我欣喜若狂，以为他信了。可我刚到国师府，就听见他的弟子在问他：师傅，婉婉师妹得知你要成婚，哭得几乎晕厥，您当真心里没她？夕阳下，燕清河的身影估计修长。我为自己算过一卦，我命中克妻，第一任妻子会死于非命，我不能让婉婉承担风险。既然沈昭然不要性命也想嫁给我，还编出什么异世的谎话，我便遂了他的愿。我准备敲门的手僵在半空，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原来他只是在利用我，为他的心上人苏婉挡灾也好。既然都是利用，那我便没什么好愧疚的了。从那以后，一切都顺利的不像话。大婚当日，他的心上人苏婉割腕自杀，礼都没成，他就写下第1封休书。1个月后，苏婉生辰，哭着说想要的礼物是让他恢复单身。他写下第2封。2个月后，苏婉受伤不肯治病，除非他休妻。他写下第3封。短短3年，我成了全京城的笑话，人人都说我自轻自贱，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在等他回家的第99张船票。休书攒到98封时，意外发生了。冬日狩猎，燕清河遭人刺杀，我们被困雪山，眼看任务就要完成，我绝不能让他死。于是我割开手腕，用血喂养昏迷的他。整整5日，我们得救了，我却因失血过多昏迷了10日。醒来时，对上的是燕清河复杂的脸。沈昭然，我不会再负你了。从那天起，他变了，他不再冷落我，也不再为苏婉写下休书，我却急了。眼看5年之期将至，就差这最后1封。幸好7日前，苏婉突然吐血，太医束手无策。最后他哭着说自己听见了天道的声音，天道说除非燕清河休妻娶她，不然他就会暴毙。燕清河信了，毫不犹豫地给了我第99封休书。我拿着那张朝思暮想的纸，如释重负，却还是没忍住问他：你当真信苏婉的话吗？哪怕1/1000的可能，我也不能让婉婉涉险。而此刻，在戏院门口，面对我所谓的任务，我当然不信你那些无稽之谈，那不过是你一心想嫁给我的谎言罢了。我早就猜到了答案，于是轻笑一声：你说的对，当年我是骗你的，根本没有什么任务，也没有五雷轰顶，所以国师大人也不必为我担心。我转身就走，燕清河却怔住了，一股异样的烦躁从他胸腔漫开，他忍不住上前想抓住我。沈昭然，你想……话还没说完，四周的侍卫突然惊呼：国师小心，有刺客！我猛地抬头，无数黑影从戏院2楼飞下，刺客个个身手不凡，眼看一柄利刃就要刺向燕清河。电光火石间，我想起了系统任务完成时的提示，系统说确保燕清河平安，否则任务失败。我的脸色瞬间大变，不，我什么都顾不得了，猛地扑过去，挡在了燕清河身前，利刃狠狠扎进我的胸口，鲜血四溅。燕清河冷静的脸色瞬间崩塌。沈昭然，我感觉自己坠入了无边的黑暗，身体轻飘飘的，浑噩中，我似乎听见燕清河那总是清冷的声音，第一次失控的怒吼：什么叫做救不回来了？沈昭然，如果有事，我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鲁太医呢？立刻让他过来。恍惚间，好像有人死死抓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呢喃：沈昭然，我不许你死。2天后，我终于醒了，床前没有燕清河，只有我的婢女清河。她喜极而泣：小姐，你可算醒了，你不知道国师大人为了救您，几乎要发疯了。我正想问燕清河在哪，门外就传来女子尖锐的哭闹声：师傅，你什么意思？为什么又将沈昭然接回府？
你是不想娶我了吗？是苏管。紧接着，我听见燕清河疲惫的声音：婉婉，我们的婚礼明日照旧，你与沈昭然自此并列，不分尊卑。燕清河，你许诺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个府里有沈昭然就没我。我听见苏婉哭着跑远，房门被推开，燕清河走了进来。他见我醒了，快步过来握住我的手。你醒了，感觉如何？我轻轻抽出自己的手，语气平静。我已经好多了，过会儿我就会收拾东西离开，省得你和苏婉姑娘生出间隙。燕清河身形一僵，随即垂下手。沈昭然，你又何必逞强？你为了我命都可以不要，现在说这些气话又有什么意思？我明白了，他误会我为他挡刀是爱的深沉，现在只是在嘴硬。我懒得解释，只是顺着他的话说。你就当是我成全你和苏婉。燕清河的眼神沉了下来，他想从我脸上找出破绽，却只看到平静。他忽然想起以前每次休妻后去接我，我脸上都是欣喜和如释重负，心里一股莫名的火气燃起。他猛地捏住我的下巴。现在想成全迟了，既然你当初选择嫁给我，现在就没有退路。这国师夫人的位置你必须得做，不然你父亲镇北侯的位置恐怕是坐不住了。我脸色一变，你想做什么？我爹镇北侯是这世上唯一真心疼我的人，我不能再连累他。而我知道权倾朝野的燕清河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他明明爱的是苏婉，为什么非要留下我？除非是那个克妻的预言，他担心预言印在苏婉身上，所以要留下我分担风险。我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认命的垂下眼。好，我留下。反正只剩下3天了，第2天是燕清河和苏婉的大婚，10里红妆，盛大无双，整个京城的女子都为之艳羡。我的婢女清河气得眼眶通红。当初姑爷娶小姐，婚礼草草了事，倒是便宜了这个苏婉。爱与不爱就是如此明显，但我不在意，只是回侯府收拾东西，准备搬回国师府。可第2天，我回府的轿子却被拦在了侧门。我们家小姐可是明媒正娶的国师府夫人，怎么能从侧门进？这时，苏婉带着几10个仆妇，浩浩荡荡的来了。她眼唇轻笑，眼神里满是得意。姐姐还不明白吗？如今你不过是国师府的一个妾室，当然要从侧门排进来。什么妾室？我们小姐可是侯门嫡女，怎么会给人做妾？不是？那你自己去问燕清河啊。当晚，清河终于打听清楚了缘由，气得声音发抖。都是苏婉那个狐狸精，她昨天感染了风寒，就威胁姑爷，说是姑爷如果还让你做正妻，她就不肯吃药，姑爷这才改口让你做妾。我脸上却没什么波澜。别气了，你觉得这些年燕清河把我当过真正的妻子吗？清河一下子没了声音。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成了国师府的侧夫人，不过一个名号，我根本不在乎。第2天，我去后院散步，却不想听见了苏婉的娇笑声。师傅，这功可太沉了，我昨晚被你折腾的这样累，哪里拉得开嘛？你帮帮我。我抬头看见燕清河正站在苏婉身后，手把手的教她射箭，他的手附在她的手腕上，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我脚步一顿，转身想走，却被苏婉看见了。她眼神一转，下一秒突然惊慌的捂住耳朵。婉婉，怎么了？师傅，我又听见天道的声音了。又是这招。几日前，他就是用这招，说自己是仙女下凡渡情劫，才逼得燕清河给了我最后一封休书。我听见天道说，师傅你娶了别的妾室，不是真的爱我，除非师傅你能证明心里只有我。这要如何证明？苏婉低头看向他手里的弓，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要不就让昭然姐姐做我们射箭的活靶子，这样一来，天道就会相信师傅你心里没有昭然姐姐了吧？燕清河的脸色一顿，苏婉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但师傅，你如果不愿意就算了，大不了就让我被天道一道雷劈死。他说着就要走，被燕清河一把拉住。许久之后，我听见他低沉的声音：来人，带侧夫人去换装。我最终还是被带去换上了方便行动的净服。当我走向靶场和燕清河擦肩而过时，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抱歉，我不能让婉婉涉险，但你放心，我有分寸，一定不会伤了你。我脚步一顿，想起了他在西院外说的话，他不是信了苏管，只是不能让苏管有1/1000的危险，又或者他只是想让苏婉高兴。我低头轻笑一声，我不怕。我说的是实话，我早就带了护心镜，死不了，顶多伤了胳膊腿或者毁了脸，反正这副身子再过2天就没用了，我不在乎。我翻身上马，马夫一鞭子下去，马儿冲进了靶场。另一边，燕清河已经搂住苏婉，拉开了满弓，箭头极稳，眼看就要射出。可就在这时，啊！苏婉突然一声惊呼，猛地松了手。婉婉，就这么一瞬间的分神，他手里的弓瞬间偏移，咻，箭矢破空而出，直直地射向我的胸口。哗啦一声，箭头撞在护心镜上，没有穿透，可镜子的碎片却全部扎进了我的胸口，鲜血淋漓。而靶场那头的燕清河
却浑然不觉。他慌乱地抱住苏婉，看到他虎口被弓划破，脸色大变。传太医，当夜，整个太医院的人都围在了苏婉的听血院。清河去请了好几次，连一个医女都没请来。他们也太过分了。苏婉只是受了点伤，可小姐，你是新伤加旧伤啊！我没说话，只是自己解开衣服，小心翼翼地将护心镜的碎片一片片取出。那一剑力道太大，碎片深入血肉，每取出一片，都疼得我冷汗直流。别生气了，只不过苏婉只是划破手，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太医？我听说苏婉的伤口被不知道什么毒虫给咬了，剧毒无比，太医都束手无策。国师大人已经去请苗医了。第二天，苗医果然来了，却也看着苏婉的伤口直皱眉。国师大人，最近天气潮湿，帝都毒虫不少，光看伤口无法确认是何种毒虫，唯一的办法恐怕是要试毒。试毒就是寻来和夫人体质相似的女子，用不同的毒虫咬她，以此来确认夫人中的毒。不过苏婉夫人体质特殊，很难找到相似的人。倒是府里有一个人，老夫之前把过脉，和夫人的体质很相似，就是侧夫人沈昭然。我听见燕清河的声音骤然冷了下来。你是说要让沈昭然试毒？这也是无奈之举，不然苏婉夫人身体虚弱，只怕撑不过2日啊。燕清河的神色更加难看，他沉默了许久。试毒可会有生命危险？不会的，我只是要确认毒虫，每次中毒我都会为侧夫人立刻解毒，不会有性命之虞。燕清河紧握的手指这才松开，良久，他终于开口：那就这么办吧。当晚我就被换去试毒。听完苗医的话，燕清河以为会看到我哭闹，可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许久之后，我开口：好。燕清河的脸色有了些许动容。沈昭然，你不怕吗？我记得刚嫁过来时，院子里进了只虫子，我都能吓得尖叫。可现在，我只是抬头看他，平静地问：如果我说我怕，你就会不让我试毒吗？他僵住了，我便明白了答案。既然不会，那就开始吧。很快，苗医送来了上千只毒虫。不是说只有100种毒虫吗？怎么这么多？帝都南边有块沼泽地，我担心是那里的毒虫，保险起见，还是都试试。旁边的药童已经抓起第一只毒虫，按在了我身上。啊！我疼得发出一声惨叫，可他们没有停顿。第2只、第3只，10几只毒虫同时扎在我身上，我的皮肤开始溃烂变紫，撕裂般的疼痛传来，我倒在地上不断抽搐。不是这些，药童们粗暴地将解药塞进我嘴里，可药效还没起作用，新一轮的毒虫又按在了我的腿上。剧痛从身体每一处传来，我疼得冷汗直流，呼吸都变得困难。燕清河终于按捺不住，猛地抓住苗医的领子。够了没有？国师大人，我们也不确定是哪种毒虫，必须全部试了才行。苏婉夫人可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与此同时，隔壁传来苏婉痛苦的尖叫，燕清河终于还是松开了手。继续。我被试了整整1夜的毒，几百只毒虫咬在我身上，浑身上下除了脸，几乎没剩下一块好肉。我叫的嗓子都哑了，最后瘫软在地上，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天亮时，苗医终于找到了苏婉中的毒，苏婉立刻服下解药，脱离了危险。而我虽然也吃了了解药，却因为身体被太多毒素侵害，昏迷了整整1夜。等我好不容易醒来，就看见了坐在床边的燕清河，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沾着晶莹的药膏，仔细地擦过我身上每一处溃烂的伤口，那神色温柔的，仿佛在对待什么稀世珍宝。这一幕太过美好，我却神色一变，猛地起身合衣，防备地看着他。燕清河的动作一僵，脸色瞬间冷了下来。沈昭然，你我都是夫妻，你躲我做什么？是夫妻，可这些年他为了苏婉守身如玉，碰都没碰过我。没有躲你，只是觉得苏婉知道了会不高兴。你倒是体贴。他心里一阵说不出的烦闷。苏婉提到我总是又哭又闹，可我却反过来担心苏婉不高兴。他猛地掐住我的下巴，冷笑出声：反正我今日宿在你这里，婉婉已经不高兴了。既然如此，不如干脆把我们欠了3年的圆房做了个了断。他不顾我骤然变化的脸色，狠狠吻了上来。门口突然传来苏婉婢女的哭声：不好了，国师大人，夫人突然晕过去了。燕清河的动作瞬间顿住，他身子一僵，终于还是松开了我。等着我。他拂袖离去，可这一走就是1天1夜。到了第2日，是1年1度的祭祀大典。身为国师府的夫人，哪怕我重伤未愈，也不得不穿上礼服，一同前往。我看着燕清河站在高台中央，白袍垂地，眉目清俊，宛若天神。直到星盘停止，众人虔诚地看去，却是神色大变。等等，这是灾星入命。全场哗然。
星盘可有推算出来这灾星身在何处？可有破解之法？燕青河此时脸色也是铁青，他看着星盘，冷声开口：灾星不在朝野，而在女宿星，观察位置应该……他的话突然停住，青天尖尖正迫不及待地上前，脱口而出：在帝都东南角，那岂不是国师府？灾星在国师府，还是个女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苏婉的身上，苏婉吓得脸色惨白。与此同时，旁边火堆里的龟壳啪的一声裂开，掉在了燕青河身边。国师大人，你快看看，龟壳是不是显现了灾星的名字？是啊，知道了灾星是谁，才能斩草除根。燕青河缓缓捡起地上的龟壳，我正好站在他身后，分明看见龟壳上的裂纹拼成了一个管字。我愣住了，苏婉竟然是灾星，可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燕青河按住龟壳，冷声开口：灾星是我的侧夫人沈昭然。我猛地抬头，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我的父亲镇北侯已经跪了下去。不可能，陛下，这其中一定有误，小女不可能是灾星，立刻送沈昭然斩首。眼看侍卫就要上来，燕青河却突然开口：等下，斩首也无法消散灾星，唯一的方法是血祭。我猛地抬头看向他，他站在寒风中，声音清冷孤高：陛下，我会亲自行血祭，一定不会让灾星现世。我脸色瞬间惨白，我知道血祭是什么，将人悬挂在桃木上，用振兴鞭抽打3天3夜，直到留下的血填满整个星盘。那不是死刑，却是生不如死的酷刑。我很快被绑了起来。第10集，鞭子落下的第一次，我就疼得差点昏死过去，太痛了，比百虫撕咬还痛，比剧毒钻心还痛。可我甚至来不及喘息，那鞭子就一次又一次的落下，啪，我最后神经都麻木了，浑身止不住的站立，我分不清白天黑夜，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直到我听见四周人议论起我父亲的名字。原来父亲在国师府外跪了1天1夜，求燕青河放过我，可换来的却是燕青河一句冷酷的话：灾星来自于沈家，既然如此，沈家9族也不能留。我这才发了疯，尖叫着喊燕青河的名字，可我喊到嗓子都出了血，他都没有出现。直到深夜，行刑的人离开，一双熟悉的新闻靴子出现在我面前，我艰难地抬头，看见了燕青河。我张了张嘴，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能用气音艰难开口：杀了我吧！我太疼了，身上每一处伤口都在疼，我真的是1秒都无法忍受了。可回应我的却是燕青河用力捏开我的嘴，一颗丹药被塞了进来。沈昭然，我不会让你死，我之所以提出血祭，就是要留下你的命，这是护心丹，只要它在，你就不会死。我听见这话，没忍住笑出声来，多可笑啊！他一定要我活，可明明一开始灾星的人就不是我，该死的人也不是我。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艰难开口：那我的家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死？燕青河的眼底闪过一丝僵硬，他没有开口，可我却突然明白了，是苏婉，是不是苏婉又说自己听见了天道？婉婉昨晚又听见了天道的声音，天道说只能用你们全家的性命偿还。我这一刻终于无法冷静，嘶哑地喊出声来：燕青河，你别告诉我你真的信了，你堂堂国师会信他这样的胡言乱语？就算我不信又如何？我说过，就算是1/1000的可能，我也不能让婉婉涉险。如果不照做，这就会成为婉婉的心魔，心魔若成，假的也会变成真的。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就因为苏婉一句他也不信的谎言，他竟然可以赔上沈家上百人的性命。我一阵头晕目眩，噗的一声，昭然。燕青河脸色一变，猛地扶住我：你怎么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父亲慈爱的面孔，看见了清河为我红了的眼眶。我在原本的世界是个孤儿，却在这里体会到了家人的感觉，可他们现在全都因为我而死了。眼泪混着血滚落，头顶突然传来滚滚雷声，我抬头看向天空，终于反应过来，已经过了子时，到了我要回去的时候。这雷声不是要我性命的雷，而是要将我带回原来世界的雷。也好，这个世界我最后的一点眷恋也没了，我也该走了。我抬起头看向面前的燕青河，艰难地张开唇：燕青河，来生来世，我只愿再也不见到你。话音落下，一道惊雷猛地落下，笔直地落在星盘上空，光芒褪去，我昏迷了过去。沈昭然。燕青河脸色大变，他什么都顾不得，将我横抱起来，转身就走。可身后突然响起冰冷的声音：国师大人，血祭尚未结束，你怎么就要带走沈昭然？燕青河抽出剑，划破自己的手心，鲜血滴入星盘。补上我的天命之人的血，总该够了吧？皇帝脸色彻底变了。别忘了，我能扶持你坐上这个位置，也能扶持别人。燕青河不再看他一眼，抱着我大步离开。我被带回国师府，却一直昏迷不醒。整整5天，燕青河杀了5个太医，也没能让我苏醒。国师大人，
沈小姐身体已无大碍，意志不行，或许是失了魂。失魂？燕青河眼神一冷，写了一封信让鸽子寄出。可他刚离开一会儿，苏婉就来了，他竟指挥着丫鬟想把我从府里拖出去。你们在做什么？燕青河回来了，他脸色冰冷。师傅，我又听见了天道的声音，天道说我和姐姐绝不能共处一室，我这才……苏婉，闹够了吗？苏婉僵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燕青河横抱起我。就为你这个可笑的天道谎言，我都已经捉了沈氏九族，你还想如何？他第一次尝到了后悔的滋味，不想再多看苏婉一眼，快步离开。师傅，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一道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老夫倒是想看看你这灾星真的会死吗？一个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者走了进来。师傅，来人是燕青河的师傅冠恒先生。灾星现世，不用你找我，我也得过来。冠恒先生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他微微蹙眉。果然已经离开了。师傅，你说什么？其实这名女子也罢，你自己看吧。他抬手在我的眉心一点，昏迷了5日的我竟缓缓睁开了眼。昭然，燕青河脸上闪过欣喜，可我却慌乱地挣扎起来。你是谁？为什么抱着我？你不记得我了？我捂着脑袋，一脸迷茫。我记得我明明是去参加长公主的诗会，怎么会在这里？长公主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燕青河一把拉住我，声音轻颤。你今年几岁？17岁不是吗？燕青河的脸色瞬间苍白。这是失去了这5年的记忆，所有和他相关的记忆。他不知道我是真的失忆，还是在生气假装。可现在的我胆小忐忑，和他认识的那个沈昭然截然不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产生。这时，一个仆从慌乱进来。不好了，国师大人，夫人出事了。是苏管，他扑进燕青河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师傅，沈昭然突然冲到我房间里，说我是灾星，还划我的脸。什么失忆？他根本就是装的。燕青河僵住，可看到苏婉脸上的血痕，他内心竟一阵狂喜。如果我没有失忆，那说明我还是那个会为他吃醋的沈昭然。带沈昭然过来。我被拖到面前，依旧是那副诚惶诚恐的模样。你们到底是谁？求求你们放我回去，我想见我父亲。沈昭然，你别装了，师傅，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惩罚他。燕青河看着我陌生的神态，莫名感到烦躁。来人，将侧夫人按住，拨开伤口，直到她松口为止。我吓得脸色惨白，不断尖叫后退。就在这时，一道立刻响起。够了！冠恒先生走了进来，他看着我，又看向燕青河。清河，如今的沈昭然也不是当初的沈昭然了，你又何必为难他呢？燕青河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师傅，你在说什么？什么叫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冠恒先生叹了口气。之前沈昭然应该就同你说过吧，他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来自异世，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使命一旦完成，他便可以离开，而如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的魂魄已经离开了这副身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燕青河如遭雷击，踉跄着后退一步，旁边的苏婉却低笑一声：师尊，这不过是他爱师父爱得发疯编出来的理由罢了，你也被他骗了吗？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将失神的燕青河拉回现实。没错，师尊，这些不过是沈昭然编出来的谎言罢了。他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过是我的演戏。冠恒先生却冷笑一声，看向苏婉。既然苏小姐也知道什么叫荒唐，那你当初说自己听见了天道的声音，不觉得荒唐吗？苏婉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燕青河早已顾不上他，他抓住冠恒先生的手，急声追问：师傅，你方才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冠恒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抬手在自己指腹上一划，鲜血涌出，瞬间蒸散成一片血雾。燕青河神色骤变，这是血雾成形。他知道真秘术不仅可窥见过去未来，甚至能看到别的世界。血雾中浮现出一个陌生的世界，高耸入云的楼宇，街道上没有马车，而是铁盒般的物件来回疾行。这是沈昭然原本的世界。燕青河的瞳孔骤然放大，直到看见幻象里熟悉的身影，那是我，穿着截然不同的衣服，脸上是张扬明媚的笑容。沈昭然，他下意识想抓住我，手指却穿过了血雾。他猛地转身，抓住身边我的手，声音低哑，仿佛恳求：你说你是不是只是失忆了？是不是你拜托师傅做了这些？他自己都知道这番话有多荒唐。你若还是不信，那便自己去看。
只要你愿意以血为祭，引动星盘，便能看到一个人完整的星轨。苏婉脸色骤变，血迹意味着要承受鞭刑之苦。可燕清河只是沉默一瞬，立刻开口：好，那便启动血祭。当夜，星盘再度开启，只是这一次站在中央的人是燕清河。鞭影落下，一下一下，狠狠抽在他背上。他一声未吭，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原来这般疼，原来我当时承受的便是这样的痛楚。第二日，冠恒先生来到星盘前，看见了脸色煞白的燕清河。星盘之中，星轨清晰无比。5年前，一颗新的星辰出现，与燕清河纠缠了整整5年，而如今那颗星已经彻底消失。你现在信了吗？师傅，我不明白，我5年前就娶了她，为什么她会到现在才离开？是谁告诉你她的任务只是嫁给你？若我推算没错，她要完成的是收集起你真正写下的99封休书。休书，燕清河脸色褪尽血色，他几乎是踉跄着奔回国师府的。夜风如刀割在他脸上，却远不及他心里的1/1000的凌迟。那个他住了5年，却从未真正用心看过的院落，此刻在他的眼中，每一处都透着死寂。他推开那扇他曾无数次冷漠走过的房门，一股熟悉的属于沈昭然的冷梅香气扑面而来，让他心头猛地一刺。他的目光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疯狂扫视，最后定格在梳妆台下那个落了薄灰的紫檀木盒上。他冲过去，手指颤抖，红色的婚书静静躺在最上面，刺得他眼睛生疼。那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着他和他的名字：燕清河，沈昭然。他曾以为这只是一纸束缚，此刻才发现这曾是他离幸福最近的凭证。他颤抖着手将婚书拿起，露出了压在底下的一叠信纸，那熟悉的墨迹，熟悉的用词，每一张都是他亲手写下的休书。他一封封地拿起来，每一封旁都记着他写下休书的理由。第一封，苏管大闹婚礼。他的脑海中轰然炸开，他想起来了，大婚那日，苏婉一身白衣闯入喜堂，哭诉着说他不该娶别人。第二封，苏婉许愿他们分开。第三封，苏婉生病威胁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竟伤害过我那么多次。他一封封地看下去，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痛到无法呼吸。他想不起自己写过这么多封休书，可每一封旁边沈昭然的记录都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入他的记忆深处，将那些他刻意遗忘的不堪的过往血淋淋地剖开。他伤害他竟已成了习惯，而他只是默默地承受，默默地记录，仿佛在记录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直到翻到最后一封，他想起雪山那次我用血救他，他发誓不再休妻，可就因为苏婉一句天道，他又一次写下了休书。最后一封休书旁是我的字迹，透着欢快。终于我可以回家了。回家，原来我从未爱过他，一切都只是为了任务。一股混杂着羞耻、愤怒和不甘的火焰在他胸中熊熊燃烧。他猛地将手中的婚书、休书、纸条全部扫落在地，纸张纷飞，像一只只破碎的白色蝴蝶，无声地嘲笑着他的愚蠢和自作多情。他以为自己是施舍者，却原来他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可怜虫。他强压下心底的不舍，冷声问：苏婉在哪里？他要去找苏婉，证明自己根本不在意我。可刚到苏婉房门外，就听见他冰冷的声音：那些毒虫的痕迹，你处理干净没有？放心吧，夫人，绝对不会发现我们是故意的，更不会发现我们其实已在沈昭然体内下了毒。我倒要看看，等毒素发作，他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针，狠狠扎进燕清河的耳朵里。雪山，沈昭然的虚弱，他一直以为他是为救自己而元气大伤，却原来是中毒，是被他一直护在羽翼下的苏婉下了剧毒。滔天的怒火瞬间吞噬了他所有的理智，他如鬼魅般冲了出去，在苏婉惊恐的尖叫声中，一把扼住了他纤细的脖颈。苏婉，你到底做了什么？苏婉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惊恐地瞪大眼睛，双手拼命去掰燕清河的手。她习惯性地想挤出眼泪，用她最擅长的示弱来博取同情。可当她对上燕清河的眼睛时，她所有的伎俩都失效了。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只有无尽的冰冷、失望以及浓烈的杀意。你那些天道的谎言，我都顺着你，可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恶毒的女人。她的声音嘶哑，像是从地狱里传来。她想起了苏婉一次次在她面前哭诉，说沈昭然的存在如何违背天道。他想起了自己为此一次次伤害沈昭然，他原以为那是为大义，却没想到一切都只是这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恶毒借口。他竟为了这样的谎言，亲手将真正待他好的人推向了深渊。师傅，你说我恶毒，可我只是不想和别人分享我爱的男人。你敢说这些年你对沈昭然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当然没有，
那句没有卡在喉咙里，再也吐不出来。他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另一幅画面，不是苏管的眼泪，而是沈昭然在看到休书时眼中一闪而过的黯然；不是苏婉的撒娇，而是沈昭然为他披上外衣时指尖不经意的温暖。他想起看到那句终于可以回家了的纸条时，那股几乎将他撕裂的愤怒与恐慌。他想起得知他彻底消失时，那份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的慌乱。这句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你看，你早就对沈昭然动了心。苏婉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最后一道枷锁。他无力地松开了手，任由苏婉跌坐在地，剧烈的咳嗽。是啊，他动心了。不知从何时起，或许是他在大雪中为他捧来暖炉时，或许是他在雪山用血救他时，又或许只是在无数个平淡的日夜里，他安静地为他研磨，为他备好醒酒汤时，那份感情早已悄无声息地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而他却用天道和责任的幌子，自欺欺人地将其视而不见。他终于承认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对我动了心，可等他意识到时，一切似乎都太晚了。不，还不晚。燕清河猛地推开冠恒先生的房门。师傅，我想见沈昭然。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你要如何见他？师傅，你跟我说过有招魂之术，一定可以把他召回来，对不对？前提是沈昭然愿意。我相信他，只要我亲自去见他，带他回来。你想清楚了吗？若引魂失败，你的魂魄将会魂飞魄散。我愿意。好吧，但我提醒你，我送你过去的不过黄粱一梦。如果他不跟你回来，后果自负。与此同时，另一个世界，我刚结束一场大病，同事拉我去玩一个实景 RPG 游戏。到了现场，我才发现是古装本。当我穿上那套和上个世界极其相似的衣服，站在镜子前，我恍惚了，那是一件淡青色的襦裙，和我曾穿过无数次的那件几乎一模一样。镜中的人面色还有些病态的苍白，但眉眼却和记忆中的沈昭然渐渐重合。我有一瞬间的失神，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侍女走进来，告诉我国师大人回来了。走进场景，我再次失神，这里的布局竟也一模一样。昭然，快看你的任务卡。我低头看去，如遭雷击，任务卡上赫然写着沈昭然，身份国师府夫人。怎么也是国师夫人？我转身想逃，却迎面撞上了一个人。昭然，我愣住了，是我的大学学长夏言。我曾暗恋了他4年，因为他的出现，我才冷静下来，继续游戏。我发现我的任务竟然是在夏言扮演的青梅竹马和那个回头的前夫之间做选择。夏言告诉我，大学时他曾向我告白，但我因为误会他有女友而错过了。不过就算晚了几年，也不算太迟，对不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门外传来 NPC 的喊声：“国师大人，您不能直接进去。”一道熟悉的身影快步而来，是燕清河，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的燕清河。他走到我面前，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昭然，走，我接你回家。他的声音温柔的要画出水来，眼底的歉意和情愫几乎要溢出。我分不清这是游戏里的 NPC 还是……沈昭然，对不起，之前都是我的错，算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跟我回家好不好？不是回这里，是跟我回另外那个世界。另外那个世界，这几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我心里最后一点侥幸彻底粉碎。他真的就是那个燕清河，他追来了。那个世界的痛苦、冰冷、绝望像潮水一般瞬间将我淹没。我触电般甩开他的手。沈昭然，我知道你在生气，但我想告诉你，我爱你，所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跟我走好不好？夏言察觉不对，一把将他推开，把我护在身后。你这个 NPC 怎么回事？怎么对客人动手动脚？昭然，我知道现在或许已经迟了，但一切还不算太迟，跟我回去好不好？同样的话，夏言也说过，可他的迟了是阴差阳错的错过，而燕清河的迟了是我5年的噩梦。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一句我爱你，就想抹去一切。不可能，燕清河，我绝对不会跟你回去，不管是游戏里还是现实里。燕清河的脸色瞬间惨白，夏言抓住我的手，走，他带着我转身就跑。阳光下，他的笑容好看的要命，我被他拉着，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跑向阳光，跑向我新的生活。燕清河想追，却猛地倒了下去。他伸出手，想要抓住那片离他而去的衣角，身体却猛地一软，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一股巨大的拉扯力从四面八方传来，他的魂魄正在被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排斥、撕碎。他艰难地抬起头，望着我远去的背影，眼里最后一点光慢慢熄灭。5年后，我正在搬家，一张照片滑落，是我和夏言在 RPG 店的合影。哇，妈妈，照片里是你和爸爸吗？是啊，这是8年前爸爸妈妈第一次重逢的时候。那里面喜欢妈妈的肯定不止爸爸一个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张早已模糊的脸。是还有一个叔叔，不过妈妈最后选了爸爸。那个叔叔呢？
他现在怎么样了呀？我微微一怔，低声道：不清楚，应该是回到自己的地方，过得很开心吧。我并不知道我那一句拒绝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被拒绝后就狼狈地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或许还会因为愧疚对苏婉更好一些。两个人继续做那对顺应天道的神仙眷侣。我从未想过，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师，为了见我最后一面，为了赌一个我或许会回头的可能，早已献祭了自己的魂魄，化作了世界的尘埃，散落在无尽的虚空里。一个迟来的真心，或许连被知道的资格都没有。